影后妈妈吸我气运，我疯狂地健身，皮肤还是下垂。我苦练演技，上镜就抓马。终于，20岁那年，我猝死在魔鬼训练营。一睁眼，我重生了。他跳舞，我就学狗爬；他凹不了人设，我就狂晒太阳；他展示身材管理，我就甜食碳水，毫无节制。我妈她烦了，又想偷懒是不是？我一睁眼，后背就传来一阵钻心刺骨的疼痛。我妈杨月云扯着皮鞭，狠狠地抽在我身上，一边用力一边咒骂：废物，黄瓜都吃了，才跑了1万米，赶紧给我爬起来！彼时的我满头大汗地瘫倒在跑步机旁边，全身虚脱无力。如果换成以前，我累死也要爬起来，鼓励自己，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我妈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好，但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上一世，我妈疯狂地鸡娃，我学习时打瞌睡，她就用针扎我的手指；我想吃零食，她就狂扇我的耳光。我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凌晨4点就开始跳舞，半夜1点还在背书，而她则敷着面膜睡美容觉。10岁那年，我忍不住吃了一口同学妈妈做的蛋糕，当天晚上她就骂骂咧咧地带我去洗胃，活得像个垃圾一样，还要放纵自己。你没有我这种天资，后天就要努力，真是废物。用她的话来说，我是她人生唯一的败笔。她的确很成功，没上过学，但参加综艺，古诗词背得滔滔不绝，而我夜以继日的学习，高考专科线都没过。没跳过舞，参加舞蹈大赛却能一举夺冠，而我怎么跳都四肢不协调。后来他直接把我送进监狱一样的调教学校，苦练演技，学不好就是电棒、钢针、辣椒水，无止境的洗脑和破案。而同年，我妈入围影后奖。调教学校毕业后，她嫌我是烂泥扶不上墙，下药强迫我以色侍人上位。我白天健身，晚上陪睡，她却平步青云，通告代言接到手软。最后，我因为过度劳累，心脏骤停，猝死在魔鬼训练营。死后我才知道，我从小就被我妈下了替身咒，无论我怎么努力，奋斗成果都会转给她。而我死那天，她正在接受影后的获奖采访，她肆无忌惮地吃着蛋糕，笑靥如花地看着镜头。我只是运气好一点，主持人一脸羡慕地看着她，称她天赋异禀，是完美女神。弹幕清一色的吹捧夸上天，女神人美，演技好，智商高，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女人？好羡慕！呜，女神嫁给我。哦，对了，她从来不对外宣称有我这个女儿，大家只知道她有一个演技抓马的18线妹妹。等我回过神，只恨不得冲上去把面前这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撕碎。得嘞，一起毁灭吧！我累了，努力去求。摆烂！我双腿一蹬，眼睛一闭，直接大拉拉地瘫在地上躺尸。我妈见我不听话，扭着水蛇腰蓄力，皮鞭做事就要甩到我身上。我反手扯过另一端，卯足劲儿一拉。我妈常年娇生惯养，哪敌得过我天天练家子的手劲？一个狗吃屎就栽进垃圾桶里，抬头一脸错愕地望着我，似乎还没想明白，以前对她言听计从、样机子一般的女儿怎么敢反抗？不过很快的她就反应过来，火气蹭蹭蹭的上涨，破口大骂：死废物，不思进取！老娘千辛万苦托关系才给你搞到的是戏机会，你还不努力！我后知后觉的才想起前2天他给我说，有一个网剧找有舞蹈功底的女配角，他挖空心思给我求来了一个试戏的机会。上辈子我和他咖位不同，但步调却出奇的一致。但凡他新剧要唱歌，我就能接到歌手比赛邀请函；他要是演军人，我就能接到警察剧本。原来如此，他早就算好了，合着他画饼我努力，他享受呗。我看着面前这个张牙舞爪与大荧幕上人设完全颠倒的女人，眼珠滴溜一转，谄媚的讨好：妈，你放心，我昨天自掏腰包报了一个精品舞蹈班，我就算把命豁出去，也要拿到角色，看我把你没死。我妈果然面色缓和，摆起家长姿态：你要知道妈妈的苦心，我这么严格要求你，不都是为你好吗？又来装你马呢？我强忍着厌恶，干巴巴地扯出一个笑脸：妈，你真好，你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妈妈。我妈这才满意的点头，妖冶地扭着大屁股离开。我妈一走，我直接瘫在床上，一觉睡到了晚上。醒来点开手机，正好看到她的直播采访。记者提问：月云，你这次参加武林大会有信心吗？只见我妈穿着紧身蕾丝包臀白色连衣裙，酥胸半露，娇羞地朝记者微笑。其实我以前并没有舞蹈功底，我也是想突破自己，尝试不同的选择。不过我已经报名舞蹈班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台下的记者震惊追问：可是现在距离武林大会只有1周了，来得及吗？我妈眨眨眼，自信地一笑：我相信自己的实力。记者闻言一阵吹捧：月云不愧是娱乐圈才女，身上藏满了惊喜。那我们就关注武林大会，拭目以待。我看着直播，恨得咬牙切齿。上一世我妈霸占我的努力成果，确实凭借着出色的舞姿夺得了武林大会的冠军，赢得了一众粉丝。只是这辈子我倒要瞧瞧，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舞蹈，你的粉丝接不接得住？
那天之后，我每天早出晚归地上舞蹈课，我妈则悠哉悠哉地躺在家看电视。其实她不知道我压根没报什么劳什子精品舞蹈班，而是在外面偷偷地练习鬼畜舞蹈。为了形成大脑条件反射的动作和肌肉记忆，我干脆直接翻出了她上辈子参赛的背景音乐。只要音乐一响，我要么就是狗爬，要么就是全身抽搐，五官分崩离析。终于熬到了我妈参赛那天。直播现场，我妈身着沙粉色锦缎裹胸，下坠白色烟笼淡薄白水裙，腰间系着青色丝带，活像一幅古色古香的美人图。舞台下的观众和评委也是屏息以待。熟悉的音乐响起，我妈闭上眼睛，似乎在回忆动作。紧接着，她一反常态，开始鬼畜地趴到地上狗爬，一边爬一边学狗叫，忽而又站起身，举起双手，像触电般的抽搐。舞姿之曼妙，比我更甚。导播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给我妈切了一个近景。我妈每一个五官都落在了我意想不到的地方，甚至伸出舌头颤抖。整个舞厅都沸腾了，评委直接看傻了。工作人员冲上去拉都拉不住我妈发癫。音乐戛然而止，我妈反应过来，顾不得掉了一地的衣裳，捂住脸仓皇地跑下舞台。紧接着网友炸了，我妈鬼畜舞蹈直接被送上热门啊！这不是我的女神，这是神经病医院出来的吧？杨钰云是不是吸毒了呀？求一双没看过视频的眼睛。离了个大谱，脱粉了，但是不到10分钟，热搜就被我妈的公关团队降了下来，直播视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妈宣布因病退出武林大会。当晚，我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双眼赤红，咬牙切齿地质问我：“你个废物，最近到底在做什么？”我早就已经料到她要来找茬，掏出提前准备的假证明，甩到她面前，一屁股坐到地上，嚎啕大哭。我得羊癫疯了，我不活了！我一哭反而把她整懵逼了，半信半疑地盯着诊断证明发愣，似乎还在联想鬼畜舞蹈的合理性。而我直接摊牌，我再也不学了，努力反正也没用。什么？我妈惊呼一声。这下轮到我妈着急了，上辈子她一步一步地压榨我的价值，踩着我的尸体坐上影后的宝座，现在她连影后的影子都还没摸到，怎么可能会放任我摆烂？果然，她顿了顿，缓和了语气：“小梦，你怎么能放弃呢？你不是说过要和妈妈一起站在影后的颁奖台吗？”我差点没忍住翻一个360度的大白眼，这种话要是搁以前我会感动，现在我只想吐。我妈看我没说话，就变了法子的哄我：“这样吧，妈妈接到一个特种兵的综艺，你先去部队适应下，到时候我们母女俩一起上综艺，好不好？”好个屁！上辈子我苦训1个月，导演直接安排我演歹徒，还是黑丝套头的那种，10分钟脸都没露，就被我妈一枪打死了。转头，她却拿到了知名导演李谋战争题材大制作的敲门砖。我左手6，右手7，双眼一翻白，做事羊癫疯就要发作。我不去部队，除非你直接让我上综艺，不然我就不干了。我妈像是想起了鬼畜舞蹈，被我吓了一抖，皱紧眉头思考。之所以我想去参加特种兵综艺，还有另一个原因。上一世我到死都不知道我爸是谁，只晓得我妈18岁就生了我。但后来我妈跟同样参加特种兵综艺的影帝陆骁爆出了绯闻，我怎么看都觉得陆骁和我有8分相似。我想调查我妈，却一再阻止，甚至把我锁在房间，用皮鞭抽到我晕厥，生生地砸断了我的一条腿。半晌后，我妈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我看她吃瘪的样子，顿时身心愉悦。特种兵的录制现场是一个封闭独立的海岛，我妈和我分开进场，毕竟她现在也算是有点咖位在身上的，而我直接被安排到了群演的休息室。休息室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特种兵综艺的现场直播。我妈一身迷彩服，腰带勒得胸大屁股翘，乍一看确实像个25、6的年轻小姑娘，再配上提前整的满脸半永久，站在一众素颜女星里光彩夺目。主持人走到她旁边调侃：“岳云素颜状态真是太美了，可以给观众朋友们传授一些保养秘诀吗？”我妈小嘴一张，假装吃惊地摸了摸脸：“真的吗？其实我平很少护肤之类。”主持人笑笑：“不愧是我们的不老女神，女娲炫技之作。”弹幕飘过清一色的吹捧：“太羡慕了，都是第一次做人，为什么姐姐那么美？美晕了我的云晕，我爱你。”我撇了撇嘴，她早上出门身上涂的防晒霜比刮房瓷还厚，可真能演。我摸了摸自己的手臂，我这才是什么都不涂好吗？等等，我舔舔嘴唇，抬眼看着海岛毒辣的太阳，嘿嘿笑出声。综艺开始后，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双黑丝，我套在脑袋上后直接瘫在沙滩上。阳光浴、海风，活了2辈子都没来得及享受过，爽！晕晕乎乎，困意袭来，我抬眼确认自己能360度无死角晒到太阳后，沉沉的睡去。梦里恍惚还被人踢了一脚，踹翻身。这个人已经死了，我们走。不知睡了多久，我被天空拉响的警报惊醒。特种兵们请注意，人质已抵达目的地，请特种兵迅速赶往现场救援。我疼得坐起身。人质，陆骁。
我来了，我来了！我扯了扯头套，循着地图摸索到目的地，狗在旁边的灌木丛里查看形势。我妈居然也坚挺到了决赛圈，现在正举起机关枪偷偷扫描。陆骁身旁的歹徒也宛若智障，任由特种兵厮杀。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都是剧本需要。肉眼可见，我方势力迅速的衰弱，我妈却不顾队友死活，径直跑向陆骁。队友为了给他打掩护，充当人形盾牌，接二连三死地倒在了歹徒的枪下。就在他要伸手触摸到陆骁时，我一个闪现，一脚踹到他左腿上，他当场惊呼吃痛，给我下了跪。我承认这一脚的力度有些私人恩怨在里面，若不是现场800个摄像头全程直播，我可能会选择直接报答上辈子的断腿之痛，但我忍住了。紧接着，我妈仅剩的2个队友子弹耗尽冲上前来，就要跟我决斗。好在我上辈子在部队里苦练了16式军体拳，反手就一条R，成功的把他们撂倒。陆骁傻了，主持人傻了，观众也惊呆了。特种兵解救人质，最后居然歹徒赢了，直播间直接炸了！卧槽，这什么情况啊？歹徒把所有特种兵干翻了，6666，确认了，这综艺肯定是真的，没剧本。不过他刚刚的姿势好帅，我竟然有些心动。我一脚跨过我妈的身体，走到陆骁面前，扯掉头上的黑丝。陆骁看到我的眼神，明显的愣了一下。主持人也反应过来圆场，看来今天我们的特种兵还不够勇猛啊，人质没有解救成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看特种兵如何解救人质。综艺结束后，陆骁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妈拨开人群，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就要发火，转而看到摄像机对准这边，又变了脸色。记者蜂拥而至过来采访我，人群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是导演李谋。李谋走到我面前，伸出手友好地跟我打招呼，邀请我出演他的新戏《战魂飞》。我妈上辈子就是凭着这部电影跨上新台阶的，甚至她会来参加这个综艺，都是因为得知了李谋会通过这部综艺选角。此时此刻，我妈的眼神已经在叨我了，但是不影响我愉快地和李导攀谈。忽然，眼尖的记者发现我妈有点不一样，闪光灯对着她咔咔狂拍。岳云，你是不是过敏了？你怎么了？我转头望过去，发现我妈整个人晒得跟炭似的，因为我套黑丝只露了眼睛，她的眼眶黢黑，活像一个大熊猫。我妈还没反应过来，什么？人群中不知是谁噗的一声笑了出来，递给她一块镜子。我妈慌乱地接过镜子，一看大惊失色的尖叫，脸都吓白了，更像熊猫了。她连忙捂着脸挡住镜头，落荒而逃。抓到热点不罢休的记者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快跑路，直接把他围得水泄不通，话筒都戳到他的脸上采访。我妈哪受得了这场面，两眼一翻就要晕倒。我赶忙冲上去掐住他的人中，这场面肯定要他亲自见证了。他吃痛的惊醒，连滚带爬的穿过记者的腿缝跑掉。当天晚上热搜上挂3件事：井号歹徒怒胜特种兵，井号杨梦是谁，井号杨月云。毁容网友还戏称我妈是中年熊猫啊！我的女神怎么变成这样了？还我美女云！破防了，家人们，颜狗落泪，脱粉了，甚至还有匿名网友把上次武林大会私藏的鬼畜舞蹈视频翻出来挂在网上。天哪，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的才女啊！我无了，我的房塌了。接着我妈代言的各大护肤品品牌开始官宣解约。此时此刻，那名匿名网友捂住嘴巴，笑得差点背过气。忽然，砰的一声，脖子传来一声剧痛，脑袋一昏，眼前一黑，我倒在了地上。虽然我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和我妈撕破脸，但我没想到她会疯到把我绑架了。等我睁开眼时，四肢已经被铁链锁在了床上。我妈双眼猩红，拿着一把菜刀站在床边，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咽了咽口水，大脑飞速地运转。我妈怒斥：杨梦，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的。好吧，我承认，但我现在肯定不能跟她硬刚，毕竟我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我扯了扯嗓子，硬生生地挤出2滴眼泪。妈，你这是做什么？老娘要杀了你！打工人的价值都没压榨完，烧肯定不至于，想刀我才是真的。我装作一脸受伤，眼眶噙满泪水，抽噎。妈，你别杀我，我办的健身卡还没用完，教练还有300节课没上，还有芭蕾舞培训、书法课、演技强化班。你说的对，和你一起站在影后的颁奖台是我的梦想。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我抬头真诚地望着他，所以刚刚李导找我的时候，我跟他提议让你也去实习战魂飞，如果没有你，我死也不会去的。我妈闻言顿了顿，熊猫眼里的怒火逐渐地变成了期待。小梦，你说的是真的吗？我重重地点头，真的。而且我和李导都觉得你特别适合出演战魂飞里面女军医的戏份，女军医就是战魂飞的女1号。我妈一听快意，几乎要从眼角眉梢溢出来。赶忙从兜里掏出钥匙，把我的铁链解开。我就知道你不会让妈失望的。我强忍着内心的快意，苦大仇深地开口。不过李导说你的演技还需要磨练。我妈闻言却是十分轻松。你不是报了演技强化班吗？什么？我装作不懂。
他意识到自己说漏嘴，打圆场，我马上就找一个演技培训班上，大鱼终于上钩了。我拍了拍他的手，安抚妈，你不用操心，李导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一个专业指导演技的培训学校，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就行。那肯定是你孝顺的女儿，给你精心挑选的调教学校呀。电棒、钢针、辣椒水、洗脑和脱爱全套服务，上辈子我体验过的，全都打包送给你。料定他会拒绝，我赶紧堵死他。李导还说了，到时候会亲自去学校指导。我妈张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得硬着头皮点点头。大快人心。转眼第二天，我就收拾了行李，跟我妈一起去学校报到。给我妈办完入学手续后，她一脸期待地看着我，似乎还在等我。而班主任却拿着一沓文件朝我走过来，他推了推眼镜，一脸审视地望着我。杨梦，你递交的材料里显示你有羊癫疯。我点点头，问他怎么了。班主任把我的手续交给我，摇头惋惜，我们学校不收有羊癫疯的学生。什么？我和我妈异口同声，她是真惊讶，而我是装的。上辈子班上一个同学就是被诊出羊癫疯，被学校紧急退学的。我亲爱的妈妈，我怎么可能会和你一起上学呢？这种好事肯定是要你独自享受，毕竟我又不像你这么喜欢占人便宜。我假装痛苦，死死地拽住班主任的手。老师，你真的不要我吗？班主任皱眉，满脸不悦地抽回手。我快要哭出声了，望着我妈，怎么办？李导安排的培训课我上不了，他肯定不会要我拍戏的。到时候就只有你一个人去了。呜，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我双手捂着脸，怕自己哭的时候笑出声。我妈本来还一脸不情愿，一听我哭诉，眼神都放光了，像是沉浸在自己一人领奖独美，我在台下羡慕的场景。半晌，她推了推我，哎，小梦，你得了这样的病，真没办法。要不你先回去吧，等我学完再说。说罢也不管我，屁颠屁颠的跟着班主任进教室。嚯，傻妈妈，估计你今天晚上就该羡慕死我的羊癫疯了，巴不得自己赶紧病一个。我妈走后，我拿着学校退还的10万块学费，潇洒的离去。你好好的努力吧，我也要去享受我的摆烂人生了。回家后，我直接瘫在沙发上，打开外卖平台，点了一堆上辈子从来没爱过的零食、甜品、蛋糕、炸鸡，什么好吃吃什么。一口蛋糕丝滑，入口即化的感觉在舌尖起舞，还有外酥里嫩、淌着汁水的炸鸡，滋滋的冒油的烤肉。重活一世，我才明白，不用羡慕别人内耗自己，因为玫瑰不必长成松柏。掏空身体去追寻梦想固然重要，但享受当下才是生活最本质的意义。就在此时，电话响了，我心里咯噔一跳，拿起手机，是陆潇。那天综艺结束后，碍于媒体太多，只匆匆地留下了电话，没想到他竟这么快就联系我了。陆潇把我约到了一个私家花园餐厅，我推开门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他10岁开始演戏，15岁拿到百花奖，20岁跻身一线，25岁坐上影帝宝座，当红却隐退5年。小道消息传言，陆潇消失的那5年是去结婚生子了，但没有证据。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上一世我妈对他的态度十分暧昧，不说100%喜欢，起码也有90%。而他和我真的很像，所以我猜想喜欢吃什么口味。陆潇勾了勾嘴角，友好地看着我。我回过神，尴尬地接过菜单，随手点了几个菜。这一餐吃得不温不火。陆潇只是问了我很多问题：年龄多大？父母是做什么的？未来想怎么发展？其实我能猜到他心里好奇的点和我一样，但我们也只是互相试探，每次话到嘴边，却觉得问下去很突兀，不知道如何开口。难道直接问你是不是我爸？又或是你为什么抛弃我吗？还是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不确定，我也怕失望。接连这1个月，陆潇偶尔会带我去吃饭，送一些新奇的玩意儿给我，甚至是芭比娃娃。我不理解。1个月后，学校通知我去接杨女士，我才反应过来，我妈学业结束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眼前这个面色蜡黄、眼眶凹陷、嘴唇惨白开裂，甚至有些疯癫的女人，完全失去了1个月前在镜头面前的光鲜亮丽。曾经保养的光亮丝滑的头发，现在跟稻草没有区别，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苍老了20岁。不过她没瘦，反倒是胖了，以前的水蛇腰变成了游泳圈，瓜子脸也变成了大饼脸。只有我知道，这其中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见我来接他，他眼里的怨毒都要溢出来了，但依旧沉默不语，乖巧地站在老师旁边。我知道他是不敢发作，上一世只要调教学校的学生敢当着老师的面有一丝怨言，等待他的就是电击、老虎夹、钻心的疼。嘿，轮到你了吧？活该！我当着他的面笑脸盈盈地感谢老师苦心栽培，他的眼神像是要把我活生生的剜死。果然一回到家，他就不装了，龇牙咧嘴地扑过来，老娘要杀了你！弄死你！我一边围着客厅跑，一边哭喊：妈，我错了！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杀我，我给你做牛做马试试的。我在离摄像头最近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妈发疯似的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厮打，我又跪在地上任由她打骂。几十秒后，我啪地拍掉了摄像头，确认摄像头对着地面以后，反手拽住我妈的手腕，把她按在地上揍，一边揍一边哭：妈，我错了，你别打死我了，我要死了，救命，救救我！我再也不敢在外人面前喊你妈妈了。眼瞅着效果差不多到位以后，我拿出上次我妈锁我的铁链，把它锁到床上，取出摄像机的存卡器，溜之大吉。特种兵综艺结束后，我的个人账号也积攒了一些粉丝，我直接把我妈打我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配文：为什么别人可以喊妈妈，而我就不能？视频一发，网络都差点瘫痪了，不到2分钟就有100多万的转发和评论，这是什么天大的瓜呀！杨梦和杨月云居然是母女，杨月云也太恶毒了，对自己的女儿居然下死手的打，看得我都心痛。天哪！杨梦一直在求饶，她只不过是在外人面前喊了一声妈妈。杨月云居然是这种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把自己的女儿藏在背后10几年。接着，井号杨月云女儿，井号最狠母亲，井号心疼杨梦等词条爬上热搜。而我妈居然不知死活地跑出来发声澄清，还配了一张自己被铁链锁在床上的图片，是她一手策划的。她故意挨打，还把我锁在床上囚禁虐待。网友显然不买账，跑到她账号里破口大骂：黑心肝，真能装啊！还会有人故意挨打吗？他又不是傻子。我嗤笑一声，反手就报了警，说杨月云诬告陷害我，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结果经警察调查，在我妈的淘宝里发现了她购买铁锁链的记录。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警方专门发布了一条证明我清白的声明，我妈彻底的站不住脚了。网友甚至都怀疑我不是她亲生的。是啊，虎毒不食子，怎么会有陷害自己孩子的母亲？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陆潇的电话，惊慌又急切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小梦，我看到热搜了，你还好吗？我心里升起一股异样的温暖。陆叔叔，我没事。小梦，你有空出来一趟吗？叔叔有10分重要的事给你说。我的心咯噔一跳，哑着嗓子回了一声好。陆潇一脸沉重地将一沓资料递到了我面前，我缓缓地伸手翻看着，是我从小到大的照片。我有些不解地皱眉。陆潇颤抖着手拿出了一张合照，而合照里却是年轻英俊的他抱着小小的我。我心里已经猜到了8分，却还是问出了口。此时陆潇已经眼眶湿润，声音沙哑：小梦，自从我在特种兵综艺上看到你，我就怀疑你是我丢失的女儿，可我不敢贸然去找你。他说着手也跟着颤抖起来。10几年来，我常常做梦梦到你，可醒来才发现你早就不见了。我从来没放弃过找你，一次次希望落空，我怕这次也是假象。见到你以后，我四处调查，才确认是你。可我又害怕与你相认，我怕你过得好，已经不需要爸爸了，我更怕你过得不好，那我该会多么心痛。陆潇握住我的手，豆大的眼珠砸在我手上。你不知道，这么多年，爸爸有多想你。我的鼻尖发酸，颤声问：那杨月云呢？陆潇一脸阴鸷，眼眸里闪过恨意。她不是你妈，我怀疑就是她拐走了你。当年杨月云和你妈妈是朋友，我和你妈妈结婚，后来有你，她也算是知情人之一。我记得那年她忽然说要来看你妈妈，她离开那天，你恰好不见了。你妈她？陆潇仿佛陷入了回忆。她是天底下最爱你的人。我一愣，重生后心里的阴郁竟散去很多。原来我也是被妈妈爱着的小孩吗？我喃喃低语，有些期许。那她呢？陆潇一滞，半晌才开口。那一年有消息说你在于市，她不顾暴雨，开了6个小时的车去找你，可于是山路多，雨天路滑。对不起，小梦，我脑子一片空白，哑然失声。杨月云，她真该死啊！不，死都是便宜她了。我要她这辈子都活在痛苦里。那天后，我一边努力地回忆着小时候的记忆，从我待过的医院、幼儿园收集杨月云的犯罪证据，一边找人监视她。经历了上次的事，杨月云的事业也跌入谷底，此时此刻正像个狗一样的到处求人捧她，还在做自己的影后梦。有我在，这辈子你都别想。忽然有一天晚上，一直跟踪杨月云的私家侦探找到我，凑在我耳边附声几句。我轻蔑地笑着，正愁找不到机会收拾他，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果然，不到5分钟，杨月云的电话打过来了。小梦啊，我是妈妈。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跟自己的妈都较真起来了？母女哪有隔夜仇？之前是妈做的不对，妈今天特地订了一桌子好菜向你道歉，你可一定要过来哦。挂掉电话后，我换了身衣裳，直接开车去她说的酒店包厢。一推开门，杨月云眼里放着金光，谄媚地拉着我坐下。小梦啊，妈今天郑重地跟你道个歉。我看着她表演笑而不语。她拧开酒瓶就要给我倒酒。我们母女俩今天不醉不归。上一世，她为了自己能上位更快，把我迷晕了，送给老男人，给我注射毒品，让我学乖。这一次，你想成功，你就靠自己吧。
我果断地将他递给我的酒一饮而尽。他见我喝完，笑眯眯地换了一壶酒给自己满上。其实他不知道，酒早就被我请的私家侦探替换了。甚至为了让他有个愉快的夜晚，我还打电话喊老男人的原配来助攻。第二天，我和陆潇一起到公安局，将这段时间调查的证据交给了警方。警方正式的启动立案侦查。刚走出警局，杨月云在酒店被原配抓奸在床的视频火爆了全网。视频里，她全身赤裸的被原配请来的保镖拎出酒店，厚厚的马赛克都遮不住身上的伤痕，看来定是经历了一场赤身肉搏。紧接着，画面一转就被大剌剌地扔到了酒店大堂，引得一群人围观，指指点点。网上各种视频照片不堪入目，她这辈子的心路算是彻底的废了。这还不够呢，我火上浇油的把刚刚立案的登记记录发到了账号上，配文：他骗了我，他不是我妈。吃瓜网友火速的赶往现场。什么？今天的瓜真是一个接一个，我要被噎死了。杨月云好歹毒，毒妇，恶心死了，又偷男人又偷小孩，娱乐圈该整治整治了。请法院判他死刑。这种人死不足惜。经过警方调查，杨月云的确涉嫌拐卖儿童，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这些年偷税漏税的行为也逐渐的暴露。庭审那天，杨月云穿了一身球衣，手戴银色镣铐，身如槁木，跟从前判若两人。他看到我和陆潇坐在证人席上，双眼赤红，口吐芬芳。贱人，你这个贱人，竟然敢算计我，真是死到临头了还嘴硬。陆潇摇摇头，安抚着拍了拍我的手。杨月云竟像是疯了一样的尖叫起来：啊！贱人，你和他一样贱，敢和我抢男人，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法官敲响法锤，呵斥安静，宣布开庭。杨月云闭上嘴巴，恨得牙齿咯咯直响。当法官问他犯罪动机时，他却不思悔改地说，是因为我的生母抢走了他喜欢的人，还生了个孽种，所以他要所有人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中，他恨不得吸我的血，吃我的肉。原来世上真有这种恶毒又疯狂的女人。我深呼一口气，还好老天怜惜我，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最后，杨月云因为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入狱那天，我隔着玻璃去看他，他仇恨怨毒地望着我。杨梦，早知道有今天，当初我就应该掐死你。是啊，你虽没有掐死我，但你却压榨我的一生。我已经为你死过一次了。我嘲讽地看着他，你没有掐死我，但难道不是因为你想利用我，踩着我的身体，实现影后的梦想吗？杨月梦一愣，眼里闪过惊慌。你在说什么？我不懂。你去死，你去死啊！我淡淡的一笑，你放心，我不会死，反而我这一辈要努力的摆烂，潇洒自由的活着。我加重了摆烂2个字的声调。不过你完了，你好好的在监狱吃你的牢饭，踩你的缝纫机，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说完，我潇洒的转身。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我要去享受我的美好人生了。番外，杨月云入狱后，陆潇带我去了他和妈妈相爱的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永远盛开浪漫鲜花的春城。那里的人每天都过着慢节奏的生活，遛鸟、散步或者钓鱼。我还是不习惯喊陆潇爸爸，但是他说不急，什么都可以慢慢来。有一天，我趴在陆潇给我的一家3口合照上睡着了。我梦到了一个美丽又温柔的女人，她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哼着小曲儿。她牵着我的手，漫步在花丛中。她给我梳头发、扎辫子。她说：“囡囡，妈妈向上天祈祷，她终于愿意可以让你重活一世。答应妈妈，这辈子一定要轻松快乐地活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妈妈爱你。”15年后，听说横店来了个奇丑的老女人，整天四处乱窜，偷艺人的口红、粉底，胡乱地抹在自己脸上。逢人就说：“我是影后，我是影后啊！”可是没人理她，人人都说她是疯子。